AI 开始在渗透进这个连房地产那么传产的地方都有 AI 的介入，生图功能真的是无疑啊，是对室内设计装潢行业看你是说你要觉得被打击还是怎么样，但是对我们顾客消费者来说绝对是大大的升级，至少以后被设计师骗的那个几率就很低了。设计师他讲他的画面他有专业的背景，他就可以唬你嘛。那现在没有，出来就是要长这样，做不做得到他自己说做得到，然后合约都打下去了，色系装潢装饰怎么摆通通都一样，只是说放进去的尺寸可能会稍微不同，不同就不同，那个可以容忍，但是不能说出来长相差太多。你不能吸顶灯然后就被换成吊灯啊，你不能 L 型沙发就被换成长排的沙发真的很好玩啊，你去玩玩看啊，真的超简单，比你想象中还要简单。你现在在看影片的话，一起来对着你的卧室床拍一张，然后请他改成那个无印良品风或是你就起来去拍你家客厅，然后你请他改成 IKEA 风格，直接就改给你看。AI 生图卖房术，在591刊登吉卜力风格的图片跑出高的点阅，房仲必学新的招数，不是房仲也可以用先说结论AI 生图蛮好用的，真的你去玩一玩那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股市崩盘，房市很难受到影响。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会用 AI 的房仲很吃香那这次我们就来闲聊，就是我现在看到脑筋灵活的房仲，已经把 AI 运用在他的房地产销售上，看看我就觉得哇，叹为观止真厉害！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来，你先看这张图，这591的网站你应该很熟悉，但有没有看出哪里怪怪的来，你看。公布答案你看红框的部分，这是 AI 生的图呢 ，AI 生吉卜力风格的图片呢，所以在这个版面上就会很突出效果好不好？你看那个物件的浏览次数830，比很多的物件都高，至少我看在鼓山区的房子它在500万以下这个区间数一数二的高。那一样我没有推荐这一间我只是逛到觉得说，我靠太屌了吧，然后就来拍这支影片这样。我只是举例，然后我们把它点进去，你看，这就中古屋的厨房，对不对？鸟鸟丑丑的啊，就公寓厨房，你也看过啊，就阿嬷厨房就对了。然后对照图给你看来你看右边这个是它 AI 生的图片呢，有没有那个意象就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小两口好好过日子的那个意象就突然就这样子活灵活现的就浮出来了。我在那边做菜，它真的是用原始的图片，你看那个门口上的福字那个窗户那个抽油烟机的排风管就这样啊就可以这样子做，意象就出来了你对这个厨房的印象就会变得好很多，这就是所谓的画面会说话再来至少你看到右边这一张你就不会觉得很脏，它有点想象这样。那他的做法就是先把吉卜力风格的图都先弄好，然后放在最前面给你看那个温馨感，再来看真实的照片。我跟你说，今天我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我都会在心里为这个房仲加分这真的是很不错。然后你要知道还可以怎么用 AI 做房仲这个 AI 做图不止这个范例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案例也很厉害，甚至是超越刚才那个。为什么？因为它更容易引起女生的梦幻泡泡。好，来先来看图，来先看这第一张，这个就是客厅中古屋客厅的图片，然后它在右边生成了一个示意图哪边可以放沙发然后哪边可以怎么放，然后木地板也铺了，对不对？清清白白漂漂亮亮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示意图就换成左边了。来，你看这是原本的空屋嘛，它就是跟你说如果你弄木地板什么深色系的话会长什么样子，其实是真的是用它的格局去弄的，连那个冷气开的洞也都一样。你可以跟那个 AI 讲说，你不要去动原本的格局，你就帮我在这个图里面去做布置，可以这样。现在用嘴修图的时代已经来了，你看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很厉害，对不对？是不是觉得说，这间经过整理化妆后其实还不错啊，对不对？原来我装潢以后可以变得那么漂亮。来，我们再看一次左边这个就是一般中古屋的长相，你就觉得不怎么样，但右边AI 的示意图是不是整个看起来就是那个 IKEA 风了？然后你还可以怎样？你可以直接拿张图给设计师去沟通，就说我就是要出来是像这个样子啊，能不能做，报价多少这个也不用设计师统包然后看图就帮你搞定了，画什么图不用画他们都说哪个摆哪
这样子去用就好了。最后你要知道你可以怎么运用 AI 生图哦。好，那我们就来讲这个房仲是怎么做到的。先说结论 ，OpenAI 4O Image 模型都可以生出这样的图片，然后现在是免费版也可以，因为他们又 launch 了更强的那个模型啊，叫 O3，就是要因应那个中国 DeepSeek 的竞争嘛 ，O3 的模型。那现在免费版也可以让它去生图，你去玩一下。不过现在好像被锁住了。你之前在讲说用宫崎骏的画风，这样是不行的，它是违反政策。然后吉卜力美术工作室，它就让你生然后后来好像需求太大了啦然后就现在有点锁住这样，我也不知道，你再去看看。我刚刚去试是还可以没有错那我看到有人这样弄的时候我的脑袋瞬间就想到，这可以用在哪里？可以用在废墟我们不是说中古屋的废墟叫我买我会怕吗？对不对？好，拿废墟的房子生出一张整理好的样子，是不是就不会担心了？来，我来生了一张给你参考，来，这就是废墟啊，对不对？它只是东西有收拾干净，不然这个话就离废墟只剩一步之遥，有没有？天花板壁癌，然后就这样老老丑丑的，叫你买你怎么可以买？可是我生完图片以后，你看右边叫你住，你是不是觉得很可以？都可以开民宿了这个是我随便找的我一样是没有推荐这一间，我乱找的。我要表达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用 AI 生图来协助自己克服心魔啦不管克服自己的心魔，还是你是房仲，你要克服客户的心魔，这都可以。你是房仲的话，你去玩玩看我相信对你说服客户会很有帮助，不然你用讲的这边可以怎样怎样出来就好了。好，你脑子的画面跟你客户的画面根本就对不起来那你可以现场拍完照，现场生图，真的可以然后生完之后，你看整理完就是长这样，你对这间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这个人家自己就会接着讲整理完会变成大概多少？那就跟他讨论了，这个我们统包来，只是说整理的话可能50而已是不是？这东西会跑出来了反正就是你要花好几十万去整理，可是我不知道出来是怎么样，就人家开盲盒，然后人家就不太愿意嘛，就这样那如果你不是房仲你不是房仲的话，应该跟我一样，各行各业现在都被 AI 渗透的很厉害，你不想去了解，你主管你老板也是被逼着去了解，然后叫你想办法去搞定这样。AI 生图能不能用在生活中？例如你想要在客厅挂一幅画，但你不知道怎么挂好看，你就叫 AI 先模拟给你一张，你就会知道了。又或是说像我们刚才讨论的，你要重新装好，但你不晓得怎么跟设计师沟通，用嘴巴讲生给他看调色系。你说我这个主卧我想要涂奶茶色，出来会长什么样的？拍张照片，其他东西都不要动，把墙壁的颜色换成现在流行的奶茶色。或者说我主卧的那个吸顶灯我要改成吊灯，吊灯大概距离床上120公分，你就叫 AI 先生图给你用，你知道，不要什么事情都做出来一翻两瞪眼这样对啊，所以这个 AI 时代真是厉害呢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
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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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就是 AI 嘛，你不用在我频道看 AI 我也都去别人的频道看 AI， 看非常非常的多了。那现在 AI 就是逐渐渗透各行各业这个都讲到烂了就不用讲。因为我本业那个系统上那边，我们本来就是活在网络上的公司，所以我们对 AI 的了解跟使用本来就超前传统行业很多。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很提防一个东西叫 AI 的所谓幻觉。幻觉就是说它会掰给你像模像样的内容，那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你报告就用了之后被人家一查发现根本没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被干了大概是这样。尤其在做一些专案的时候不太敢用 AI， 尤其是那个 DeepSeek，幻觉好严重。可是在房地产的生图片这件事情上，我个人认为这个可以容错，你知道吗？你就那个奶茶色叫它生就生这有差吗？这有一点幻觉又怎么样？像我刚刚提到的废墟参考图有没有？它还做了一个嵌入式的书柜，我们就不要做那个嵌入式的书柜就好了，但幻觉的部分就可以被避免。房地产我也一直在思考说那个 AI 要怎么用在房地产上面。我现在是用在像影片的选题稿子撰写剪辑之类的，多多少少会去用那些 AI 工具都渗透到剪辑软件里面。好，那我们就加减再用。可是纯房地产这个要怎么弄？我跟你说，我自己在用，还没有想到要去叫它以图生图这样子嘞。这真的是个很漂亮的用法。你可以生出效果图，你也可以生出人走来走去，或是你直接让它设计那个老人住在里面会方便会舒服的银发宅，它都做得出来，真的是很夸张很厉害。这就是脑子动得快就是先吃到这个时代的红利。不然房地产那么传统的地方，你看 AI 跟房地产什么关系？就没什么关系现在看到这个 AI 生图真的，如果你现在觉得家里的摆设要改，我是建议你你就站起来客厅拍一张，直接丢给 ChatGPT 4模型，然后叫它改风格，那个很惊艳那个效果。之后你要怎么调？你要 IKEA 风，你要无印良品风，直接指令给它，它就会帮你生了，很屌真的很屌，去玩玩看。真的，我分享一下我做功课的技法，就是说这不算什么技法就我们房地产的重大建设的东西有非常多都是在都发局监管处什么有没的，你平常根本不去逛到网站，除了那个行业以外的，然后通常都是 PDF 档PDF 档一下载下来180几页，那热等了。现在我做功课的速度比较快，我可以去问 AI 然后去帮我调阅说关于哪个重大建设的时候，然后整理出来。我要求他提供来源嘛，来源都有，我再点进去一个一个看，确实就能挖掘出很多反正你以前根本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看的资料其实他们都有开过会议，都有会议记录，可是那些都是 PDF 档。然后要注意版本这件事情很容易下载到旧的东西反正 AI 时代真的是让我做功课的时间缩短非常的多，但还是有局限就是我有相当程度的细节，我还是必须打电话去问的。最常遇到的问题是就没有进度，你知道。然后你看一下这份简报提供的是比方113年的7月多号，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了，那有没有进度不知道。这个东西 AI 也找不到更新的资料，那我就要打电话去问，蛮不错的AI 开始在渗透进这个连房地产那么传产的地方都有 AI 的介入，
生图功能真的是无疑啊，是对室内设计装潢行业看你是说你要觉得被打击还是怎么样，但是对我们顾客消费者来说，绝对是大大的升级。至少以后被设计师骗的那个几率就很低了。设计师他讲他的画面他有专业的背景，他就可以唬你嘛。那现在没有，出来就是要长这样，做不做得到？他自己说做得到，然后合约都打下去了，色系、装潢、装饰怎么摆，通通都一样，只是说放进去的尺寸可能会稍微不同，不同就不同，那个可以容忍，但是不能说出来长相差太多。你不能吸顶灯，然后就被换成吊灯啊，你不能 L 型沙发就被换成长排的沙发，这很好玩啊，你去玩玩看啊，真的超简单，比你想象中还要简单。你现在在看影片的话，一起来对着你的卧室床拍一张，然后请他改成那个无印良品风或是你就起来去拍你家客厅，然后你请他改成 IKEA 风格，直接就改给你看。那我再加一个摇椅、躺椅会怎么样？那我再加一个莫兰迪色的窗帘会怎么样？你这样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很好玩啊。这功能早就要出来，因为以前 AI 生图麻烦的地方在它会跳来跳去，就是说它的主体会换，你叫它生第二张图，它第一张图会忘记了，就重新生给你，没办法用。现在已经大部分都能控制住这张图了，在帮助上已经差别很大。这个启发了我现在真的也是，我要摆什么装饰，绿植怎么摆我是先问 AI， 我就拍照，然后叫他摆给我看，然后我出来就是 AI 版本的。你还可以反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摆，然后他会讲那个理由，你觉得合理，你再弄，这样很屌，真的很屌。欢迎现在就立刻玩玩看，看你家经过巧手布置之后会变成什么厉害的样子。